干了6年苦力，总算在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房子了，再也不用租房住了。老子穿越到这个鬼地方，没系统，没金手指，吃了6年的苦，就换来这么个坑。小伙子，莫搞火！老夫刚才与邪魔死战，忽有苍生，毁你无色，纯属意外。住手！老子是青云宗主！护你大爷的苍生！老子搬了整整6年的砖，每天吃冷馒头，连口肉都舍不得买。好不容易盖起这套3室1厅，你个老东西吧唧一下给我砸没了！你这个娃儿咋个不讲理嘛？我今天不砸死你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！拆我房子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要命！仙人板板，老子跟邪魔拼干了最后一点灵力，经脉断完了，现在连个最基础的附体罡气都放不出，今天愿被个凡人拿砖头扣死，秦总的脸丢到姥姥家喽。500两银子，重新盖房50两，剩下450两当精神损失，不过分吧？500万上品灵石，这龟儿子敲竹棒敲到老子头上来了，把老子卖了也不止500万啊！那是青云宗全部家底儿，要老命了！500万绝不可能，5万，老子最多只能拿得出5万上品灵石。啥子灵石？估计是这帮修仙的叫法，反正肯定是钱。5万两，这老头这么有钱？5万就5万，给现钱。老子刚打完架，身上哪有现钱嘛？没现钱。那就拿命抵！莫扎，老子立天道誓言，今日我宣扬在此立天道誓誓，愿赔偿凡人路野5万上品灵犀，若为此事，道基尽碎，神魂湮灭。誓言是空头支票，我这6年的青春损失怎么算？利息呢？这瓜娃子贪得无厌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老子成全你。这娃儿贪财，肯定也贪色。老子把二女儿许给他，二女儿那些追求者全是大宗门的天骄，随便来一个都能把这凡人撕成碎片。老子这叫借刀杀人。小兄弟，除了零食，老子膝下还有俩女娃，可以挑一个跟你联姻，当做利息。我二女儿长得那叫一个巴适，身负万年难遇的变异冰灵根，五行极高，追她的天骄能从这派到天学中。至于大女儿嘛，天生没得灵根，人也有点闷墩儿，但心眼儿好。我要你大女儿。搞锤子哦！哎呦喂，你个瓜娃子轻点儿，老子骨头要散卡喽！小伙子，停一下！老子好歹是青云宗主，坐这种拉猪的板车，脸都丢尽了，你早快不给老子遮一下嘛！这瓜娃子贪得很，肯定又要趁机敲老子竹杠。只要不过分，老子认栽，花钱买个脸面，100万上品灵石。这个车你要老子100万，你个吸血鬼！不遮了，100万绝不可能，老子不要体面了，你爱咋个拉就咋个拉。嘿。原来这龟儿子吃硬不吃软，老子一摆烂，他反倒老实了。看来这女婿也不难拿捏嘛。小伙子，你晓不晓得，昨天那个魔尊杀人如麻，全靠老子耗尽半生修为，拼死把他弄死。云翠城几10万百姓都是老子救下来的。老登，你懂个屁！我那院子是真的好。青砖铺地，南北通透，推开门就能看见江。我整整搬了6年的砖。我青云仙宗那是天下正道魁首，门下弟子3000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巴适得很。算了，等拿到你的赔款，我再去买套杯山面水的，必须带个大院子，把我奶奶接过来。对头。等老子回了宗门，那些徒子徒孙肯定要把老子当活菩萨一样供起。所以说，茅房得建在院子最西角，离主屋远点，不然夏天味儿太大，熏得慌。站住！大姐，这是俺们的地盘，慢溜的。没钱，要劫就劫，车在这儿，人在这儿，随便翻。你少跟俺来这套。我的个亲娘哎！
大哥，这孙子练的是毒功，辣眼睛。干了6年苦力，脚臭很正常。还翻吗？不翻了，你离俺远点。先这个车。啊，大哥，这比拉车的还穷，连个铜板都没得。一群不识货的土包子！老子的储物戒指是仙家法宝，你们这帮凡人摸得着个屁！大哥，这老头衣服料子不错，扒光了当铺去。你敢！朗朗乾坤，你们敢扒老子衣服？放你娘的屁！俺们是劫道的，不是流氓。扒一老头衣裳给他多缺德呀！就是道义有道，传出去俺们在道上还咋混？做人得有底线。呸！比俺们还穷。走，真他妈晦气！仙人板板，老子活了472年，今天受尽7次大辱。话说咱俩身无分文，连饭都吃不起，3日之内必定饿死街头。饿不死？咋个？你还能变出银子来给买饭？叔子，光天化日，你脱裤子搞锤子？4角内裤我自己缝的，裆部加了个口袋，贴身藏钱，谁也偷不走。你把银子藏在裤裆头。老板，便宜些嘛。小本生意少不了。这位老丈气虚体弱，经脉不畅，应是劳累过度，加上受了风寒，不打紧。庸医，老夫是先力耗尽，经脉受损，甚他妈劳累过度。抓最好的药。这瓜娃子虽然粗鄙，倒也还算有良心，竟然舍得花钱给老夫抓药。也罢，等回了宗门，老夫便少折腾他些。老丈，东家让我来给您擦擦身子，换身干净衣裳。叔子，你让这妇人给老夫擦身子，老夫不需要，你留着自己擦去吧。你需要？你这身衣裳脏得跟咸菜似的，你也不想让你那些宗门弟子看见你的时候，以为你是街上要饭的吧？那你找个男的来。就他，男的要加钱。活了472年，一世清誉，毁于一旦。老丈这皮肤倒好，细皮嫩肉的，比大姑娘还白。别瞪了，人家夸你呢。到了，老邓，你玩我呢？这啥也没有啊！凡人之眼怎能见天机？这房子，这朝向，坐北朝南，背山面水，绝了！一般般。当年老夫建这山门，也就随手画了个草图，凑合能看。那道飞桥连接的2座楼阁间距刚好，中间还有观景台，还有那座临水的楼阁，推开窗就是瀑布，比我的临江小院还漂亮。老丈人，到时候我造房子，你给帮忙好不？堂堂青云宗主，去给一个凡人修房子，何方歹人擅闯仙门重地，速速退去，否则如何？宗主，弟弟不知宗主回山，请宗主恕罪。起来吧，本座此番外出除魔，丧事未愈，故而倚装监行。这位是本座的贵客，安排一处清静园落。这匾额要是换个名字，挂在我家院门口就气派了，就叫小野别院。走。你们这山门建得真好。带这位贵客去东园休息，好生招待。本座需闭关3日，疗愈伤体。作为一名合格的修士，战略补给也是很重要的。出门在外，财物莫要放在同一个地方，发髻、鞋底，甚至是缝在内裤里都可分而放之，以防被偷被抢，落到身无分文的窘迫之境。掌门，真有人把财物封在内裤里吗？是否太过不雅？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3天了，老子的经脉肃上了，血血养回来了，道行稳如磐石，是时候去见那个债主了。抵债50灵石，抵债30灵石，抵债2灵石。仙人板板，老子堂堂青云掌门，区5万极品灵石拿不出来，还得用物品抵债。472年铸就的道心裂了。哟，老登，你来了。仙子，这几日养伤，叫你久等了。
没事儿，我忙着呢。且慢，先说正事。这里是答应你的5万上品灵石，这里是另外5万上品灵石，你可以选择拿走这4万灵石，至于婚约，就此作罢。哼哼，老邓，你想反悔？不是反悔，老夫只是给你多一个选择。人各有志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若对灵石更感兴趣，不选择，我就要老婆。罢了，老夫既立天道学士，便不会回绝。只是老夫那大女儿原粗陋，配不上你。老夫给她改了个新名，唤作陆万清。你没有意见吧？跟我姓，行。主子，师兄，宗主掏出2枚戒指，那个凡人没要，说要老婆，宗主认了。听说了吗？宗主把女儿抵债了。天哪！宗主把二小姐许配给凡人了。废话，二小姐天赋炸裂，容貌倾城，宗主如果要拿女儿赔罪，肯定拿最好的那个。至于大女儿，毫无灵根，资质平平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手？余波误会凡人在愿。立天道学士，以婚约赔罪。老汉儿竟然立了天道学士，搞啥子名堂？那是哪个要嫁过去吗？也是，整个仙门都晓得，老汉儿最引为傲的是妹妹。我这个门口儿，啷个可能轮得到我嘛？那个凡人胆子好肥哟，连笨拙的主意都敢打。搞快点儿，回宗。这凡人疯了吧？连护院石狮子都不放过。那狮子的眼神看着都绝望了。这玩意儿放在我以后的新院子门口，绝对气派，就是太沉了。谁家办丧事了？动静这么大。申圣子，老夫方才说的句句属实，冰灵失职，确实已被宗主许配出去了。许配给谁了？一个凡人，没有修为，没有灵根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凡间百姓。14年，我为了配得上他，拼了命修到金丹巅峰。我把天玄宗的家底都搬空了，连正宗仙医都带来了，结果输给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这不可能！玄宗主怎么会把冰离许配给一个凡人？我不信，你骗我！申圣子若不信，可以去东院看看，那个凡人就住在那儿。宗主亲口说的，以女许之，立了天道血誓。我不信，我要亲眼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凡人能让玄冰离下嫁？妈的，真沉！你谁？天玄宗沈令慈。哦，没了，就一个哦。名字挺好听的，比我的好听。我叫陆野，野人的野。冰离宁愿嫁给这样一个泥瓦匠，也不愿多看我一眼。你就是那个凡人？我是凡人，你来找我干啥？我问你，玄掌门是不是把女儿许配给你了？是啊，14年，我等了14年，我把天玄宗的家底都搬空了，就换来一个凡人轻飘飘的2个字。那个，要不你先哭会儿，我那边还有个右边的石狮子没口完。你知道我等了他多久吗？14年，你刚在门外喊过。14年，整整14年！我12岁第一次见到他，就知道这辈子非他不娶。你知道5000多个日夜是什么概念吗？我每天修炼想他，吃饭想他，梦里都是他，我为了他。那你挺亏的。什么？我说你挺亏的。你为了一个姑娘，花了14年，什么都有了，结果他看都不看你一眼。我什么都没干。他爹赶着把女儿塞给我，
你这买卖做亏了。你一个凡人，没有灵根，没有修为，没有家世，你凭什么？凭他爹拆了我的房子。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去找他爹理论。大门在那边，不送。你以为你赢了？冰离是金丹巅峰，寿元至少500年。你一个凡人，几10年就死了。到时候他风华正茂，你白发苍苍，你配站在他身边吗？那确实不配，所以我娶的是他。闭嘴！我不想听你狡辩。你就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废物。你知不知道他每天消耗的灵石够你吃几辈子？知道，你说过了。他修炼的功法100本你都看不懂一个字，他的朋友都是天骄，你连话都插不上。你能不能有点反应？那你希望我什么反应？跪下来磕头，然后去退婚？那倒也不是，那不就得了？我不会放弃的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证明我比你更适合。加油！风沙，这青云宗的风沙怎么这么大？仙人板板，看这瓜娃子折磨别人，硬是巴适得很。老子这几天受的窝囊气，总算有人替老子尝尝喽。宗主，您在这儿做什么？桑树。那个叫沈凌迟的瓜娃子，这会儿估计还在山门外头抹眼泪哟，巴适，硬是巴适得很。老汉儿，你糊涂。一时种地，没大没小，搞啥子名堂？女儿宁死不嫁。果然，全宗门都以为要嫁的是妹妹。也是，那个凡人虽然没得修为，但也不至于眼睛瞎到选我这门对儿。这瓜娃子脑补些啥子？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你许配给那个凡人了？你也不看看人家凡人要不要你？冰离，你搞错！玄掌门，晚辈恳请掌门三思。冰离不愿嫁那个凡人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晚辈愿以天玄宗半壁家财换冰离自由之身，只要玄掌门肯解除婚约，沈令慈此生此世为青云仙宗马首是瞻。仙人板板，这龟儿子知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子？用天玄宗的家财换老子，违背天道血誓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天玄宗在正道上的名声就全完了。清心诀运一遍没压住。老子本来想解释是晚清的，结果这两个人，一个冲进来说不嫁，一个冲进来说求解除。老子堂堂100年宗主，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菜市场？晚辈不敢冒犯，只是什么？你天玄宗半壁家财换老夫毁约，换天道血誓反噬。沈令慈，你问问你爹，他敢不敢跟老夫说这种话？出去！你们两个都给老夫出去！议事之后，老夫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下次再敢擅闯议事大殿，老夫亲自把你送回天玄宗，让你爹好好管管。一个一个的都不让人省心。罢了，本来想告诉冰凌，婚约不是你，是你姐姐，结果闹成这样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总不能当场服软。等议完事再单独跟他说，不急，不急。婶子，你不该闯进去。冰离，我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让我老汉下不来台，你觉得这是在帮我？我不嫁那个凡人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会自己解决。婶子，请回吧。你要去哪儿？找那个凡人，让他自己解除婚约。我跟你一起去。
底座宽1尺2，高1尺8，材质花岗岩。搬运费预算是50石，但得雇2个人，可能要加到80石。哦，你俩一起来干啥？陆爷，我来跟你说一件事。说。婚约的事是你和我老汉儿之间的交易，我不怪你，我不愿意嫁给你，你主动提出解除婚约，条件可以谈。这娘们儿没搞明白，以为我要娶的是她。老头明明答应把大女儿赔给我了。算了，跟这帮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解释个屁！既然他们上赶着送钱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条件可以谈，可以。灵石、法器、丹药，只要合理都可以。你出？我出，我肯定出。你出？你拿什么出？我刚才说了，天血宗的家财那是你爹的，不是你的。你一个圣子，说白了就是个富二代。你爹的东西你拿来充大头？你要是真有钱，早些年你来提亲的时候直接砸钱就行了，还用等14年？你说你愿意用任何东西换，结果在这儿空口白话了半天，连个铜板都没掏出来，你是不是穷？一个凡人说我穷，那你掏啊，把条件摆出来，我看看。千年灵芝2株，万年何首乌1株，9转还魂丹3枚，极品灵石10万枚，高阶法器碧落剑1把，天玄宗镇宗之宝护身仙衣，历代只传宗主配偶，够不够？这是什么？2宗交界处的领导地气，那座岛在灵湖中央，方圆1000亩，3面环水。我爹当年买了一半，本来打算建别院，后来嫌麻烦就荒废了。3面环水，背山面湖，坐北朝南，不用交房贷，不用交物业费，没有产权期限，绝了！二小姐，你刚才说条件可以谈？可以。你要搬座荒岛，用来做什么？盖房。啊？除了这座岛，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也要了。你还要这些？你也太贪了吧！你刚才不是说任何东西吗？怎么，反悔了？我没反悔，但是这些东西加起来也没我房子值钱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执念，2辈子的执念，你懂吗？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结果。放心，1天之内马上办妥。3室1厅，不，这回地大了，盖个4室2厅吧，带院子，带菜地，再挖个鱼塘。老登拆我房子，圣子送我岛，这买卖不亏。闲人斑斑，这个凡人把天玄宗的正宗之宝都忽悠来了。硬是个人才。赏树，哼，今天这树格外好看。今日召集诸位是为宣布一事，关于老夫将女儿许配给陆爷一事，闹得沸沸扬扬。今日老夫当着全宗上下的面说清楚。那个凡人拿了森林祠那么多宝贝，今天肯定是来当众退婚的，算他思想。老夫许配给陆爷的，并非二女儿玄冰丽，而是大女儿玄婉清。搞啥子名堂？不是老子准备了一肚子抗拒的话，甚至冲到大殿前闹宁死不嫁，结果从头到尾跟老子没得半点关系。老子像个哈托错，自作多情，并且老夫以玄州大陆最高利益
将大女儿玄婉清改名陆婉清，许配陆爷。从今往后，她随父姓。此礼已是老夫对陆爷的最高认可与尊重。12枚戒指，护身仙衣，5000极品灵石，一座仙岛。我倾家荡产换她退婚，结果她本来娶的就是大女儿。我连正眼都没看过的大女儿，我就是个纯纯的冤大头。啷个可能嘛？他见过妹妹，妹妹那么美，天赋那么强，他居然没反悔，还要娶我。他会不会当场嫌弃我，怕只是一场梦？这眼神我见过，前世被领导骂哭不敢出来的实习生，云垂城被雇主克扣工片不敢吭声的老汉，这是被生活欺负过的人才会有的眼神。但他的眼睛真干净，像山涧里的溪水，没有算计，没有高傲。这婚我结，我娶你。别哭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以为我欺负你。不过先说好，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玄婉清不用改姓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她嫁给我不是卖给我，姓什么她自己说了算。她要是想姓陆，我欢迎；她要是想姓玄，我也没意见。女子也有自己的人格，不需要靠改姓来证明什么。第二，天道誓约解除。解除天道誓约。婚约归婚约，房子归房子。你爹拆我房子，该赔的还得赔，不能用女儿的婚事来抵债。我娶你，是因为我要娶你，不是因为别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是因为婚约，不是因为欠债，就你自己愿不愿意？愿意。那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即入次，婚礼3日后举行。婚礼要花多少钱？谁来操办？能不能把东院那2尊石狮子搬过去？算了，肯定是老登出的钱，不心疼。宗主这次是真下血本了，3天3夜的流水席得花多少灵石啊？那个凡人不是陆公子，倒是赚大了。你懂什么？我听说了，陆公子把沈圣子给的那些东西，全当彩礼给大小姐了，一件没留。真的假的？那件护身仙衣也给了？给了，还有碧落剑，10万极品灵石全给了。昨天大小姐亲口说的，陆公子说这叫尊重。这格局，说不定真是谪仙下凡。别人家的新郎，这时候应该含情脉脉。我的新郎在吃花生，但总比那些嘴上说的好听，转头就把你扔一边的人强，好安心。你也想吃？不吃。今日小女大婚，承蒙诸位贵客远道而来，老夫不胜感激，薄酒素菜不成敬意。诸位请。诸位，请满饮此杯。房子会有的，岛已经到手了，老婆也有了，这辈子好像还不赖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东院那对石狮子，不知道怎么搬过去。陆公子，你今日开心吗？开心，白吃白喝3天，能不开心吗？你呢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就好。陆公子，你为什么要娶我？因为你善良。你怎么知道？看眼睛，
人的眼睛骗不了人，你的眼睛干净善良，跟我奶奶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改姓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嫁给我不是卖给我，你的姓是你自己的，不需要改。你怎么又哭了？3天哭了800回了。我高兴。别高兴太早，明天帮我去搬砖，还有以后不许哭。搬砖？盖房子，我弄了个岛，得盖房子，3室1厅不够，这回地大，盖个4室2厅，带院子，带菜地，再挖个鱼塘。这个男人虽然土，但是有点快。你会记？不会，你教我。婉清这孩子哭了20年，总算有人疼了。第4天了，脚站麻了。12枚戒指，护身仙衣，扮作仙道，换来他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。只要他出来，我绝不打残他，只让他知道，凡人终究是凡人。圣子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不回，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出来。沈圣子，别等了。陆公子从东院搬走了。搬去哪儿了？岛上，就是您送的那座岛。他在岛上做什么？盖房子。陆公子说了，要在岛上盖一栋什么海景现代别墅，还说要挖鱼塘、搭葡萄架，忙得很，估计没个1年半载出不来。1年半载？他不是娶了大小姐吗？不需要回门，不需要拜见长辈。宗主每天都去岛上，宗主说了，岛上的灵气比宗门还好，正好去那里打坐。而且陆公子盖房子缺人手，宗主还派了10几个弟子去帮忙搬砖。搬砖？青云仙宗的弟子去给一个凡人搬砖，而我堂堂天玄宗圣子站在这里淋了4天的雨。走，圣子，咱们要回去了。去岛上。主楼5层，坐北朝南，1楼客厅，2楼老人房，3楼儿童房，4楼主卧，5楼露台观景台，东厢做厨房，西厢杂物间。院子围墙高1丈2，东南角挖鱼塘引活水，院子中间搭个葡萄架，夏天乘凉。对了，还需要个大秋千。陆公子，葡萄架是啥子嘛？就是搭个架子种葡萄，葡萄藤爬上去，再挖个地窖存白菜。前世刷过无数装修视频，在脑子里给自己未来的家规划过1000遍，可惜没等到那一天。唉，这辈子终于可以动手了。开始吧。陆公子，你会盖房子吗？不会。那你啷个盖嘛？雇人，去找你爹，让他帮我雇一批会盖房子的弟子，1天每人发10块上品零食，包午饭，反正不是我的钱。陆公子，这是上品零食，给弟子们发这个会不会太浪费了？普通零食就够了。没事儿。啷个能这么败家嘛？这也是我的钱，自家宗门弟子最多按市场上高一点点给就行了噻。工资必须加。陆公子，宗主派我们来帮忙，有什么活您吩咐。会砍树吗？把这片林子砍了，做木料。陆公子，这些都是50年以上的陵墓。砍，不够再买。堂堂筑基修士，青木诀大成，如今在这儿当木匠。但大小姐说了，包午饭1天还有300下品灵石，知足吧。我的岛，我的灵石，宣扬老贼！你堂堂正道魁首，竟然亲自搬石狮子！嗨，沈圣子，来玩啊！不能走，我就不信你这凡人一辈子不出岛。砍！
师兄，咱们可是堂堂修士，这凡人把咱们当泥瓦匠使唤。300下品灵石1天，包吃包住，还有奖金，你去不去？去！全部停！这个墙歪了。陆公子，这墙垂直度偏差不到半寸，在凡间这已经是上等手艺了。半寸也是歪，拆了重砌。陆公子，喝茶，父亲派人送来的。苦，这什么破树叶子？灵茶都是苦的嘛。父亲说这茶清新明目。那给我加勺糖。你怎么随身带糖？我自己喝的嘛。甜了，彻底完工。咱的3室2厅，不对，这叫海景别墅。陆公子，我想把奶奶接过来住。你怎么知道我有奶奶？父亲跟我说的，他说你攒了6年的钱买房，就是为了接奶奶一起住。奶奶是你唯一的亲人。宣阳老登还算干了件人事。过几天，等家具搬进去，菜地种上菜，等一切都收拾好了，咱们去接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会晕车？晕车是啥子嘛？到时候再说。最近每天搬砖地挖，饭量明明涨了，啷个腰带反而松了嘛？陆公子，我是不是瘦了点儿？没有，还是胖。哦。圣子，宗主发最后通牒了，他说您再不回去，圣子之位换人。等了1个月，他连岛都没出过1步，我沈令慈终究是成了一个笑话。沈圣子要走啦，路上慢点啊！有空再来玩啊！玩？我也去。你去干啥？搞啥子名堂？我啷个晓得去干啥？就是不想被落下。从小到大，姐姐都是被落下的那个。凭什么现在她有了陆野，有了岛，我倒成了多余的？3星。行，多一个人多双筷子，姐夫没意见。老夫也去。你又去干啥？老夫乃青云县中宗主，你岳父已回凡间接祖母，老夫若不陪同，与理不合，现任板板。这一路上老夫丢的脸太多了，半扯劫匪洗脚妹，老夫堂堂县尊脸面何在？这次必须风风光光找回来。第一，不遇见，老夫要坐车4匹3节云驹拉车，白玉车辇。第二，挑36名弟子做盛装，持仪仗，沿途奏乐。太贵，老夫自己出钱。哦，那接着说。第三，老夫带了你的名帖，沿途经过各大县门，老夫要亲自登门拜访，让各种都知道你陆爷是青云县中的女婿。哼，老邓，你是不是就想过把瘾？随你这么说。坐车行，36个人太多，吓着我奶奶。15个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。老耿，你不累吗？老夫这是在展现仙门威仪。威仪不是靠飞的。我的乖乖，这是哪家的大人物？
不会是新上任的县太爷吧？县太爷哪有这排场？这怕是京城来的。这不是陆家那小子吗？出去打工好几年的陆野。天哪，这小子发财了！奶奶，野娃子，瘦了？没有，胖了。胡说，脸上都没肉了。那是晒黑的，显瘦。野娃子，这几位是？这是……你别说，让奶奶猜。你是亲家公，这气派，看着像大官儿。老夫人好眼力，在下青云县宗宗主宣阳。什么宗？青云没听过。这个好，有肉，结实，屁股大好生养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野娃子，奶奶猜的对不对？胖的好，胖的结实。奶奶可不喜欢那种风一吹就倒的。对，您老人家一猜一个准。亲家公，你带这么多人来吃席呀？老夫人，这是迎亲的仪仗。迎啥亲啊？人都嫁了还迎啥？浪费钱，别花那些冤枉钱。顾什么车夫？下来下来，那不是有俩大男人吗？身强力壮的，哪个车怎么了？成家了要学会节约。老夫人，老夫来青云县宗宗主。宗主怎么了？宗主不用吃饭，宗主不用干活。你们两个前面拉车，姑娘们上车，老太太我坐里面。老登，你坐车上。什么？你手嫩，拉不了，我一个人就行。这瓜娃子连句废话都没得，就把脏活累活全揽了。闲人板板，老子这心里头咋个有点舒坦呢？老夫人，酸菜可以放在储物法器里。什么法器不法器的浪费，这样放就行，反正又远。师兄，咱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修行。陆小子，你不觉得委屈？委屈啥？拉扯。这有啥？我在云垂城搬了6年砖，比这重的活干过。再说了，这车上是咱家人，拉一下怎么了？闲人板板，自家人。陆小子，到了青云山，老夫让人给你做几双好鞋。行。笑啥？不好听。好听，就是太直接了嘛。直接好，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家的。俗气。夫君，吃饭了。哪个了？不可以喊吗？可以，随便叫。老登，你这是来蹭饭的吧？老夫这是在享受天伦之乐嘛。天伦之乐，你倒是带点菜来啊。
姐姐的侧脸，那个好像比我的还要好看，不是惊艳，就是让人挪不开眼。越来越像你娘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天天板着脸，不好。瘦了，饭量长了，好事。下巴尖了，显脸小。野娃子，你是不是没给你媳妇儿吃饭？瘦了，都瘦了。吃了，1天3顿，比我吃的还多。你看看这腰细成什么样了，瘦了不好生养，肯定是你太累了。从明天起，你歇着，让野娃子做饭。还挺好看。你是眼瞎吗？你媳妇美成这样，你就跟没看见一样。看见了，瘦了，好看。然后呢？胖有胖的好，瘦有瘦的好，反正都是我老婆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那个梨窝以前没有。你注意到了？嗯。然后呢？然后挺好看的。夫君，夫君，婉清啊！你这兔崽子，你还有脸坐着？你媳妇儿在湖边洗衣服，你在这儿坐着，你那手是断的还是腿是瘸的？老太婆，我怎么就教出你这么个不心疼媳妇儿的臭小子？我错了，奶奶，我真错了，奶奶轻点，小心胳膊肘。你个没良心的，婉清嫁给你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你看看她那手冻得通红。你今天不跪着去湖边把你媳妇儿换回来，我跟你没完。这个人真的把我放在心尖尖上，他所有的笨拙都是他最好的温柔。这辈子值了，哪怕明天就是尽头，哪怕下一刻天地倾覆，也值了。婉清，怎么了？哪里疼？头好疼。婉清，这是冰灵根，比我的还要纯粹。大神通俗，天机撇笔，快把婉清抬进屋，快点噻！老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觉醒了，灵根变异冰灵根，比冰里的还要纯粹。金丹巅峰直接追平了冰里，从零到金丹巅峰只用了1盏茶的功夫。自小冰灵根如此逆天，若是被那些隐世的老怪物知道，这座岛，你们这些平静的日子，怕是到头喽。
婉清，你的紫霄冰灵根太过逆天，家族必定会操纵你的人生。娘只能忍痛封印你的天赋与容貌，唯有遇上真心护你、倾心待你的有情人，封印方能自解。他必定是带你逃出牢笼的宿命之人。夫君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身子还疼？不疼了，我娘留下的封印解开了。她说与真爱封印自解。真爱？这娘们儿一大早在这儿点我呢。老子2辈子加起来都没谈过恋爱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哦，那挺好，解开了就行，省得以后看病花钱。挺好。真爱解封，从小到大，全宗门都夸我是第一天才。姐姐总是安静地站在一旁为我欢喜，我以为她是个凡胎，我还可怜她。搞半天，我才是个笑话。你娘还活着，她被娘家族人带走了。那是一个隐世的古老氏族，叫天蓝冰族，底蕴恐怖的吓人。那我也是天蓝冰族的人。对头，天蓝冰族嫡系核心弟子悟性最低门槛都在92，全是变异冰灵根，而你的紫霄冰灵根满指悟性，是他们万年难遇的决定血脉，是下一任圣女的唯一人选。老汉儿，既然如此，他们为何一直放任我留在青云仙宗？天蓝冰族当真那般强悍？因为你的天赋在他们眼里只是寻常苗子，为这等天资得罪你娘撕破脸皮不值得。强，老子渡劫后期修为，加上宗门8个渡劫初期的长老联手，恐怕连对方随便派出来的一个执事都难以抗衡。我的媳妇，我来守。好，那我们便一同守住这个家。天蓝冰族已经来了。紫霄冰灵根的气息终于找到了。交出来吧。玄某不知阁下在说什么。玄掌门不必装糊涂，天蓝冰族要的人还没有找不到的。你女儿的气息多日前就传到了族中，封印血脉、私藏嫡系这2条罪，够你青云仙宗从玄州大陆彻底消失。她是我女儿，她是我天蓝冰族的血脉，把她交出来，我留你全宗性命。若我不交嘞，那你就死。还不错，不愧是玄州第1仙门的掌门。玄州第1仙门还行，凡人让开。住手！我跟你们走，莫要伤害他们。少主，请。
会去接你。莫来，好好活着，照顾好奶奶和老汉儿。夫君，粥还在锅里，别糊了。区区凡人，也敢妄言天蓝兵族接人？野娃子，打包他，把婆娘接回来。奶奶，我一定把她接回来。奶奶知道，不过现在你先去把锅刷了。老邓，我有灵根吗？有。什么灵根？五行杂灵根，金木水火土，你全占完了。全占了，那我应该很厉害。灵根贵精不贵多，五行脏灵根属性相互牵制，修炼速度极慢。同样的术法，你只能打出旁人2成的威力。悟性呢？满分100，我多少？60。一生最多能到什么境界？金丹，若机缘足够，也许能到金丹巅峰。再往上几乎不可能。喝汤，奶奶让你喝的。老邓，我要开始修炼。你想清楚喽，五行杂灵根，你可能苦修10年，还不如别人修炼1年。第一，屋子被那穿蓝衣服的打坏了一间，该赔。第二，丈母娘还在那边接回来。第三，晚清在那边，一家人必须整整齐齐，所以不管什么灵根，我都得修，然后打包他们，接晚晴、丈母娘回来。好，老夫亲自教你。挺舒服的，暖洋洋，想睡觉。慢慢来，不急。不急。老汉儿，他的修炼资源从我那份里扣。你倒是不心疼。他是姐夫。野娃子，修炼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现在能一巴掌拍死一只鸡了。那挺厉害的。半年喽，练气4层。老夫想看看你的斗法水平，来攻击我。好。你的修炼天赋确实不高，但是你的近战斗法天赋，老夫见过最高的，同境界内。同境界无敌？是。练气期无敌吗？那有什么用？金丹之后皆以术法战斗，这种近战格斗天赋约等于无用。你打不过金丹，更打不过天蓝兵族。小姨子，五行灵根吸收灵气慢，那如果灵气被强塞进经脉，被推着走呢？玄州大陆威压最强的地方是哪儿？你想在压迫下强行吸纳灵力，这不符合常规。青云仙宗也可以模拟威压，你没必要。青云宗不会下死手，我需要真正的压力。我整夜睡不着，我必须做点什么。万魔深渊共42层，里面魔物横行，戾气肆虐，渡劫巅峰也不敢轻易踏足。第3层以上，而且传说里面有天命果，能洗髓发脉，重塑灵根。可那只是传说，进去的修士死死无生。地图呢？小姨子，谢了。奶奶，我要出一趟远门。多久？不知道，可能很久。把那件厚衣裳带上，山里冷。还有，别死了，你婆娘还等着你呢。不会。野娃子，这戒指头有老夫给你备的极品法宝，你带上。不要，我是去送死的，不是旅游的。带那么多东西，死了便宜别人。那你要啥子？功法，厉害的功法，越厉害越好。还有术法，打架用的，
全部。青云仙宗千年收藏，上乘功法36部，普通功法72部，你挑。全要，刻脑子里慢慢练。你记住了多少？全部，但会不会用是另一回事。你带把锄头搞锤子啊！万一在里面种点东西呢？奶奶，鸡别喂太勤，撑死过2只了。菜地隔天浇1次水，浇多了烂根。还有，野娃子，你婆婆妈妈的是不是怕了？不怕。不怕就快去快回，你婆娘等着呢。他会不会死？站住！此山是俺开，此树是俺栽。这是平地，没有山也没有树。你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那换个词儿，此路是俺开。这是官道，官府修的。你看我像有钱的样吗？那你把鞋子脱了。这鞋是我老丈人做的，你要它干啥？少废话，脱！你们真的要抢？抢！那就来呗。大哥饶命！我不杀你们，帮我个忙。万魔深渊怎么走？到了，这下面就是万魔深渊。大哥，你一个炼气10层，到底有啥想不开的？我老婆被人抢了。你的仇家很厉害。很厉害。吊打9个渡劫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脑子没坏？打不过才去练，练了才能打过。大哥，路上吃。谢了，以后别抢了，找个正经活干。一个炼气10层，去万魔深渊修炼，这事儿俺能吹一辈子。老汉儿，算算时间，他应该已经进万魔深渊了。你当日送别，给了他102部功法，那你把攻击、防御、身法的术法发诀给他了吗？仙人板板，功法是修内力的，术法才是打架防技能的。老子光顾着感慨，把术法发掘全他妈忘给了。他现在只有功法，没有术法。遇到危险，只能靠近身肉搏。太不靠谱了，怪不得母亲不要你了。没死，骨头没断，但魔气钻进肺里，像吞了一把碎玻璃。起不来，那就爬。我受够了，前世背了30年房贷猝死，这辈子好不容易盖了房子，娶了老婆，房子被拆，媳妇被抢，我得变强，够把婉清接回来就行。第30天，炼气巅峰，冰景松动了。夫君，鞋子缝好了，你试试合不合舅舅嘛？破！出气了。天不绝老夫，终于等来了一具鲜活的肉身。放弃抵抗吧，蝼蚁！老夫乃远古至强者，借你肉身一用，是你的造化，给老夫滚出石海！这是我的身体，给我滚！我还用它搬砖、盖房子、种菜，给婉清夹鸡腿！给老子滚！婉清，
哈哈哈哈哈！老夫困于万魔深渊不知多少年，终于夺舍成功。这具肉身能在深渊坚持到筑基，定然是绝世天骄。老夫的新身体怎么跟个搬砖的似的？无妨，外表皆是皮囊。待老夫查探一番这绝世天骄的修为与悟性。筑基初期，五行杂灵根，悟性60整，就这，老夫夺下了个什么玩意儿啊！他活了不知多少年，从未受过如此巨大的侮辱。而在识海的最深处，陆野的意识并没有被消灭，也没有被吞噬，只是被死死压制了，就像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杂草，弯着腰直不起来，但根还在，还活着。老夫堂堂天元仙尊，4500年修行，一代传奇。筑基初期，五行杂灵根，悟性60，衣服上还打着补丁，最后的归宿就是这具身体。不行，老夫得把这具身体元者意识捞出来，问问他到底是个什么路数。小子，你是失心疯吗？筑基初期，五行杂灵根，悟性60，就这配置，你跑万魔深渊来，你是嫌命太长。老妖怪，你谁？老妖怪，本大爷是天元仙尊萧炎。没听过，没听过正常。本大爷纵横天下的时候，你太爷的太爷爷爷还没出生呢。你几岁？什么？你几岁？年龄？活了多久？4522岁。怎么了？4522岁，不是老妖怪是什么？你才老妖怪！本大爷是美男子。当年纵横天下的时候，多少女修士？我23。哼，23岁，筑基初期，五行杂灵根，悟性60，跑来万魔深渊。你这是想不开？我老婆被人抢了。被人抢了你就来这儿？你不去找仇家报仇，跑深渊里来送死，这是什么路数？打不过，练了才能打过。就你这灵根，你这悟性，你练到死也……这小子不是不怕死，是不在乎，在乎的东西比命更重。行吧，本大爷承认你胆子不小，但你现在这修为在深渊就是找死。听本大爷的，本大爷把身体还你，先出去，有本大爷指导你，定能突飞猛进。或者本大直接帮你灭了仇家，岂不更省事？不出去，为什么？外面修炼太慢，这里一天顶10多天。但是你可能会死，死不了。行，你不走，本大爷自己走。走了？没走，本大爷只是休息一下。那你休息，我继续走了。本大爷活了450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当年一个人独闯9天秘境，十死无生，本大爷硬是杀出来了。当年被3大仙尊围攻。你话好多。本大爷困了1000年，1000年，你知道一个人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方，跟石头瞪眼是什么滋味吗？本大爷攒了1000年的话，不说出来会死，真的会死，比被夺舍还难受。那你接着说。前面左拐，右边有妖兽。本大爷在这里困了1000年，每条路都走过。你要是想活久一点，就听本大爷的。谢了。4500年，听过无数次感谢，但从一个23岁五行杂灵根的愣头青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听着就不一样呢？4500年没见过这种汉子。左边有头魔兽，绕；右边有团魔眼，绕；前面那个坑，上次摔死过一个，绕。你倒是挺熟。废话，本大爷在这里困了这么久，每块石头长什么样都背下来了。
你以为我想说我是无聊？1000年石头都看包浆了。压力越大，灵气吸收越快，就像拧毛巾，水不出来就使劲拧，拧到毛巾快断了，水就出来了。差不多了，前面右拐有个石洞，还算干净。你再往前走，不等妖兽吃你，威压先把你碾成肉饼。你这是何苦？非要找这种地方折磨自己？这种方式即使境界提升，身体被魔气腐蚀，你也活不了多久。顾不了那么多，外面修炼太慢，不这样我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这里修炼1天，顶外面20天，我至少有盼头。哼，就为了你老婆？为了陆玄之家。陆玄之家？听起来像是个客栈的名字。这愣头青拼命修炼，连命都不要，就为了出去开个客栈。小子，你师父是谁？怎么了？这么蠢的修炼方法，他也是个人才。无形灵根就要修5种功法，这是哪个蠢货教你的？你说谁蠢？你，还有你师父。我老丈人，这玄州大陆正道第一仙宗青云仙宗的掌门玄阳真人。正道第一仙宗，就这水平，青云仙宗没落成这样了，连个5行灵根修炼的功法都拿不出来，让宗主女婿修5种属性各修1本，这不扯淡吗？你吃饭用筷子夹菜，用勺子喝汤，用刀切肉，工具都对，但各干各的。你见过谁一边用筷子夹菜，一边用勺子喝汤，一边用刀切肉的？更离谱的是，你这5种功法运转路线还不一样，跟5匹马往5个方向拉一辆车似的。你脑子不乱吗？有点乱。有点乱？你这叫没被自己折腾死，算命大。其实不是没有5行功法，我老丈人给过我一本天阶上品5行俱全。那你为什么不修？悟性太低，看不懂。你把那本功法拿出来，本大爷看看。这功法确实吃悟性，你老丈人没骗你，修成了确实厉害，但即使悟性100的天才，修到大成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，前置条件太多，更别提你悟性60，修这个跟让蚂蚁扛大象差不多。听本大爷一句劝，现在出去，本大爷给你一本你看得懂的5行功法，保证比你现在修炼快，不用多，快个3倍5倍没问题。不出去。为什么？本大爷都说了给你功法。不必多说，老妖怪。你叫谁老妖怪？你是不是忘了你夺舍过我？咱俩不是好兄弟，不是好亲人，是仇人。你恨不得占了我的身体，我恨不得把你从脑袋里赶出去。你说的话我凭什么信？他说的对，我们是仇人。本大爷活了4500年，骗过无数天骄，今天竟然被一个23岁的底层牛马用最质朴的逻辑扒光了底裤。本大爷堂堂天元仙尊，你觉得本大爷会骗你个小筑基？不知道，但我不想赌。这愣头青23岁，5行杂灵根，炼气期独闯万魔深渊，蠢得出奇。但被人夺舍后，第一反应不是要好处，而是凭什么信你？清醒的让人想骂人。罢了，本大爷困在他识海，他要是死在这儿，本大爷也得跟着陪葬。那这样，功法本大爷给你，不要你信本大爷，修不修是你的事。但本大爷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能不能别叫本大爷老妖怪？本大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。那叫什么？天元仙尊，或者萧美男，或者老萧。什么？老萧，要么老妖怪，你选。4500年修行，一代天元仙尊，被人叫老萧，像凡间的路人老邻居。老萧就老萧吧，总比老妖怪强。5行归元诀，谁创的不知道，当年周幽时偶然获得。它有个好处，不挑悟性，只要你5行俱全就能修。不挑悟性的5行功法为什么没流传开来？第一，修炼的时候疼，不是一般的疼，是那种5脏6腑被人拧成麻花的疼，没必要受这苦难。第二，必须在威压极重的地方修炼，
威压越重，修炼越快。没人愿意吃一辈子苦，就为了被别人虐。第三，耗灵石，海量。普通修士一块灵石用1天，你修这个1天得烧100块上品，穷一点的修几天就破产了。第四，上限低，修到渡劫就到头了，再往上没路。第五，最要命的，天劫是别人的数倍，随时可能生死道消。第六，就算你运气爆表修到渡劫，威力增幅也只是普通功法那一档，远比不了5大家族的传承。疼贵，环境苛刻，上限低，还容易死。所以自古无里来，没有5行灵根的大能，那你还修吗？有多疼？比生孩子疼。你又没生过孩子。本大爷见过，那惨状，反正就是很疼，而且每突破一个大境界，疼的程度翻倍。哦。本大爷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比生孩子疼。现在看他这样子，这特么比生孩子疼多了。他的经脉在被5种灵力反复撕裂重组。停下！经脉要断了，丹田要炸了。这凡人怎么连叫都不叫一声？还行，还行，这叫还行。刚才那一炷香，本大爷有100次以为他要炸了。本大爷好像有点理解，为什么你能在万魔深渊活到现在了。谢了，老萧。少废话，快点修炼，本大爷要出去。靠你这蜗牛速度，得等到猴年马月。4500年没见过这种愣头青了，被人夺舍了，还跟夺舍他的人说谢谢，脑子有病！小子，等你出去了，本尊有了新身体，看本仙尊怎么收拾你！麻烦，4500年没这么麻烦过。1年了，从小子你别找死，到行吧你命硬，这5行归元诀居然真让他练到小成了。本大爷都看困了。要结丹了！本大爷活了4500年，没见过这么黑的劫运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？别人结丹是金灿的大珠子，他这5行杂灵根，算了，好歹是结成了。1道、2道、3道、4道，怎么还有？别人结丹就3道，你这第几道了？第5道了！度过了，老萧，过了，你没死，那就好。好个屁！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现在什么情况？还行。还行你个头！你体内现在全是雷劫残余的能量，经脉都快撑爆了，灵气还在往里灌，你的丹田已经开始膨胀了，再不想办法把多余的能量释放出去，你就不是结丹了，你是把自己炼成丹。怎么办？找东西打一架，把这些多余的能量释放出去。找什么？随便，只要能打就行。本大爷活了4500年，第一次见人结丹把裤子结没的。老萧，往哪走？快点，我感觉要炸了。左边300丈外有只结丹巅峰的魔怪，没时间帮你挑了，快去干他！什么魔怪？铁背魔猿。你以为这里只有魔气和冤魂，能在万魔深渊活下来的东西都付了代价。什么代价？
活着就是代价。这里的魔气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活物，能活下来的都是被魔气彻底改造过的怪物，没有痛觉，没有恐惧，没有退路。弱点：速度慢，转身不灵活。他被魔气改造，觉醒了天赋术法裂地咆哮，一吼能碎100丈岩石。用术法前喉咙会发光，看见了就跑。还有一个弱点，他保留了最后一丝痛觉，在鼻子上。鼻子不太好打。还有其他弱点吗？你试着攻他下坦要害。什么？你确定？不确定。你自己想一下，打你那儿你疼吗？本大爷说了让你躲，你想害死本大爷吗？少废话，听见了。第一次扑倒，第2次翻滚，第3次提前预判，第4次直接钻进腋下，用魔猿的拳头当盾牌，每次都在红光亮瞬间做出反应，没有一次失误。这个愣头青根本不是在打架，他是在拿命练反应。本大爷不活了，打架把裤衩打没了，被人打死的见过，被雷劈死的见过，打架把裤衩打没了的，你是头一个，万古第一人。你的战斗天赋还行，比本大爷预想的好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就是一点点。我靠，遇到你就没好事。本大爷攒了大半年的神魂之力，全砸进这具破烂里了。疼！你的骨头都快散架了，本大爷全感觉到了。骨骼多处错位，经脉受损，真是个疯子。这半年来，这愣头青就是带着这堆伤，一声不吭的修炼、战斗，往深处爬。这小子现在意识死机，连个火星子都没有，身体控制权在本大爷手里。本大爷是不是可以直接跑出去，找个资质满番的天才夺舍，美滋滋？老肖，你在干什么？散步。往外走。散完步就回去。老肖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带出去？不是。那你往回走2步。你昏迷的时候，能不能别醒那么快？不能。本大爷好不容易攒的神魂之力又没了，下次你再晕，就一起灭亡吧。好的，老肖。你哪来这么多上品灵石？老丈人给的。你老丈人对你也太好了吧！正道第一仙宗的掌门，出手就是阔绰。本大爷当年怎么没有这种老丈人？本大爷的老丈人见了本大爷就想打。为什么？因为本大爷把他女儿拐跑了。那该打。
这么多上品灵石，心里肯定是认可你了，不然谁会把自己女儿嫁给一个五行杂灵根，还倒贴这么多灵石？不过你老丈人眼光确实不怎么样，选了你当女婿，五行杂灵根，悟性60，还动不动就晕。本大爷要是他，就选那个什么圣子沈令慈，名字听着就比你靠谱。我成婚，他送了我一座岛当贺礼，有机会带你去看看。我在阴阳你，你听不出来吗？还要带我去你的小岛做客？算了，休息。不理会这不按套路出牌的蠢小子。睡了。晚安，老肖。紫霄冰灵根觉醒，血脉纯净度如何？纯度为99%。族中典籍记载，99纯度的紫霄冰灵根，上一次出现是12000年前。天不亡我天蓝冰族，这是上苍赐给我族的复兴之机。他在哪儿？东乡，婉清小姐住在东乡，族长已下令全族资源优先供给她。婉清小姐，今天的灵药给您放门口了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多极品灵石，夫君要是来了，肯定先办灵石嘛，才能买好多钻，能盖好几个4室2厅哦。婉清，这是天蓝冰族不传之秘，玄霄冰蓝经，唯有紫霄冰灵根方能修习，历代只有初代族长修得大成，请好生参悟。晓得了，多谢族长。婉清小姐，你放心出手，我不会伤。要得。再来！盖房子和打架是一样的，找准最薄弱的那个点，用最大的力气打下去。找最薄弱的点。承让了。属下心服口服。好，好，好！夫君，等我来接你。婉清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极品法宝、万年雪莲，族中宝库任你挑选。我想见夫君、妹妹，还想见老汉儿。婉清，除了你妹妹，另外2个不行。早就猜到了，他们把我当复兴的希望，哪个可能让我去练习一个凡人和下界宗门？没把他们当污点抹杀就不错了。那我换一个。你说，我想见我妈。她在极寒深渊，我要去见她。条件换一换，让你妹妹来族内修行，族中不限制她出入自由，她可以随时回去见你父亲。同时，你也得答应族中好好修炼，绝不许私自离开冰宫半步。那娘亲呢？那是另一件事。你若能凭自己的本事从极寒深渊把她带出来，族中不拦，但绝不帮。好，化神以下的修士进来，一炷香就会变成冰雕。母亲在这里关了整整20年。婉清，你终究还是被家族发现了。娘，
人，他解开了封印。一个犯人，名叫陆野，陆地的陆，野外的野。名字倒是实在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很普通，做什么都很普通，天赋也普通，但他很固执，认定了的事，死也要做。他在岛上盖房子，盖了好多层。他做饭难吃得很，炒糊了菜，煮익了粥，蒸了没熟的鱼。他还说胖有胖的好，瘦有瘦的好，反正都是他老婆。他给我夹鸡腿，看我理我的时候说挺好看的，然后翻过去就睡了。你跟他很像，你也固执，认定了的事死也要做，认定了的人死也会去爱。他什么时候来接你？不知道，但他说回来。你信他？信。娘亲这么强，夫君要是晓得了，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害怕，他肯定会说老丈人原来也是个吃软饭的呀。娘亲，我会变强的，强到可以把你从这里带出去。仙人板板，哪个没良心的在念叨老夫？搞啥子名堂？因为姐姐是圣女，我是圣女的妹妹，所以我才有资格踏进那座冰宫。不是因为我是玄冰灵，不是因为我的天赋。姐姐是紫霄冰灵根，无形一百，化神巅峰，而我还是个金丹。我的骄傲在姐姐面前像纸糊的一样。我不是去蹭姐姐的，我要靠自己再站到让人仰望的位置。野小子不在，这个家人丁越来越少喽。小子，你能不能用丹药恢复一下？那什么恢复？本大爷哪知道，你储物戒指里就没有恢复的丹药。你带锄头干什么？万一在里面种点东西。本大爷见过带法器进深渊的，带丹药的，带护身符的，带锄头的，头一个。这是什么？石头。万魔深渊里最多的就是石头。砖头。就是石头。这不是这里的石头。好东西。一块破砖头有什么好的？硬。这块砖头要是带回去，砌在院门口，谁来踹门先硌他的脚。你真当宝啊！本大爷说了，那就是块破。是深渊泥怪，别碰它，碰什么是什么，你的骨头都会被它消化了。挣脱！他刚才是不是在吃？他吃泥。他不光吃泥，还吃魔气。本大爷刚才感觉到了，你敲下去的时候，砖头周围的魔气被抽空了。这东西不简单，它吃能量，你就不觉得奇怪？一块砖头会吃泥，会吸魔气。你们不是修仙世界吗？有啥奇怪啊？修仙世界这也很奇怪，好吧？好吧，我很震惊。本大爷觉得和你这个愣头青说话，比和石头说话还累。老萧，我的灵气呢？你的灵气被那块破砖头吃了。它不光吸灵气，你没发现你这几天总是感觉虚脱？它还在吃你的精气，你再喂它几天，它就能直接把你当零食啃了。一个两个都这么馋我身子吗？五行杂灵根都抢着吃。你点谁呢？本大爷什么时候馋你身子了？你夺舍我的时候，
那是意外，本大爷那饥不择食。现在这块砖也是饥不择食。继续。什么情况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再扔一次，盯着他。他是不是真不动？本大爷也……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他动了一下。你不是说他是破砖头吗？他是，但本大爷不知道他这么邪门。没用，他已经绑定你了。你们修仙界这么不严谨吗？好歹走个流程啊，滴个血、念个咒什么的，偷摸就绑了，这是强买强卖。本仙族活了4500年，见过本命法宝，见过器灵，但从没见过不需要认主，直接死皮赖脸往人身上贴的活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他吃能量，灵气、魔气、妖兽血肉，什么都吃。你要是再不喂他，咱俩都得被他吸干。那就去找吃的。本大爷就说你迟早死在这块破砖头上。能量太少，他才吃了3成饱。他吐出来了，反哺，吃了还能吐出来给你纯净能量，这是什么神仙养猪法？什么都吃，什么苦都咽，死皮赖脸的活着。他饿，我也饿。他找东西吃，我也在找东西吃，跟我挺像的。那叫饕餮，还是他叫砖头吧？吃吧，吃饱了别吸我就行。1年了。从金丹初期到金丹初期，本大爷称你为修仙界原地踏步冠军。不练了？你说什么？不练了？你老婆还在上面等你呢。练了也白练，那破功法跟乌龟爬似的，这破砖头天天吸我灵气和生命力，我这哪是修炼，我这是给砖头打工。既然天道要亡我，那就让他亡。你好歹起来喂砖头啊！你不喂他，他会吸干你。吸吧，吸干我算了，这破日子一天都不想过了。小子，本大爷求你了，起来！你没了，本大爷也得跟着消散。本大爷的万千仰慕者还等我呢。只要出去了，本大爷帮你去天来兵族抢婆娘。你闭嘴，听着烦。他真吸了！你快起来！你在干什么？动啊！完了。没有用，要陪这个汉子一起交代在这儿。80，这什么毛病？这砖头哪儿学来的？80，这总分突破了150，平均每个属性30。修仙界几百万年的铁律，灵根天定，不可更改。那块刻着铁律的石碑还在吗？本大爷想把这块砖头带回去，当着石碑的面再砸一次。强了，修炼速度至少是以前的2倍。逆天的好宝贝，咱现在跟着他。等他以后把灵根砸到全属性100，咱再想办法掌控这具肉身，那咱不就无敌了？谢了，砖头。不能练了。唉，得先喂他。走。刷怪去！你现在这状态，别刷怪了，怪刷你还差不多。那也得喂，他饿。
完了完了！你现在这状态，经脉空虚，体力耗尽，随便来只筑基期的妖兽都能把你当零食嚼了。没事，我有砖头。哼，一块破砖头能顶什么用？去把神奇砖头自己找吃的。看来还不会自己动，你当这是仙气生灵了？小心！筑基中期黑鳞蛇，它们不吃肉，全靠吸魔气活着，皮肉早被腐蚀空了，就是个会动的魔容器。秒了，好像是。这妖兽怎么跟纸糊的似的？不是纸糊的，是这块破砖头有古怪。这里的妖兽全靠魔气撑着，砖头吸魔气，等于把他们的命根子抽走了。没魔气了，他们就是一堆烂肉。下一只。本大爷收回刚才的话，这砖头有点东西。走，找元婴的试试。你疯了！前面300丈有只元婴初期的双甲熊，本大爷劝你别去。元婴期的妖兽，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。是什么？是个屁！你死了，本大爷也得死。你老婆还在等你。我有砖头。你就不怕砖头打不过元婴？它虽然能吸，但元婴期魔气庞大，万一吸不干净，反噬你怎么办？那就多拍几下。我就说吧，再来。纯粹的、不讲道理的战斗天赋，一个凡人的天赋，加上一块破砖头的吞噬能力，等于元婴期妖兽。本大爷收回刚才的话，这砖头不简单。元婴期的妖兽也就那样嘛。你想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就是觉得我好像挺强的。那是砖头强，不是你强，你别飘！你连元婴期的威压都扛不住。刚才你之所以能靠近双甲熊，是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。你试试正面硬刚。那就偷袭。偷袭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老萧，元婴之上是什么？化身。哼，打得过吗？没有可能，绝对没有可能！化神期的魔兽一个咆哮你就得成灰，你的砖头再厉害也得先碰到它。他灵智全开，不会站着让你偷袭。那就先不打了，先把修为提上去。你终于清醒了。等提到金丹中期，再去试试化神。走，找吃的，先把你喂饱。你他妈！本大爷就说你迟早死在这块破砖头上。也许这个愣头青真的能从这十死无生的地方硬生生砸出一条路来。你再这么打下去，本大爷的老脸都替你丢尽了。
丢人了。你现在是金丹中期，你知道金丹期的修士正常是什么样的吗？御剑飞行，法诀齐发，隔空杀人于100丈之外。你呢？你像个地痞流氓一样，冲上去拿板砖拍人。帅有啥用？管用就行。管用个屁！你今天遇到的是金丹后期，要是遇到元婴后期，你连近身都进不了，人家的护体灵光就能把你弹飞，远程术法直接把你轰杀。最重要的是，帅很重要。老肖说的对，砖头再厉害也得先碰到敌人，碰不到躲不掉范围攻击，只能硬扛受伤。老肖，你有法术吗？教我。哼，本大爷凭什么教你？你又不是本大爷的弟子。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。我的灵根变强，你也跟着受益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也得死。教我能让你活久一点，这笔账不亏。哼，本大爷是傻，喝傻了。等本大爷神魂恢复，大不了再夺舍一个。你夺舍得了吗？你现在连我的身体都抢不过。你试过2次，2次都输了，所以你太弱了。本大爷弱，本大爷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你现在就是个住在我脑袋里的老废物。你赢了，本大爷教。身法青雷烛影，本大爷自创。你那20%纯度的破雷灵根刚好能修。攻击学破天指，金属性，远距离攻击。防御学玄武不灭甲，你有土灵根刚好能学。最后一部御剑术基础篇，学会了抢把剑，不至于还在地上跑，太不优雅了。先是身法。哈哈哈哈哈！破天指，哈哈哈哈哈！点烟呢你？玄武不灭甲，御剑术，这就是悟性低的特性，看得懂但学不精。本大爷当年学这些3天就会了。你是100%纯度雷灵根高悟性天才，我是5行杂灵根加20%纯度雷灵根，悟性60，能比吗？4500年，本大爷教过无数天才，一教就会，一会就精，精了就飘，飘了就死。这小子不是天才，他是块石头，磨不圆，砸不碎，烧不化。青雷烛影不是硬跑，是借力。雷灵根的电弧刺激小腿经脉，不要自己使劲儿。破天指不是把灵力往外推，是从指尖往外引，像针扎破气球，气是自己往外冲的。玄武甲是悬在皮肤外半寸，像鸡蛋壳。御剑术不是你控制剑，是你和剑商量。小子，你那个锄头能不能换一把正经的剑？本大爷教你御剑法，你用锄头，本大爷的老脸往哪儿搁？好，你推荐什么颜色？唉，老肖，附近有没有金丹巅峰的魔兽？你想干什么？试试手。试手？你一个金丹中期5行杂灵根练了大半年半吊子法术，去找金丹巅峰试手，你脑子进魔气了？我有砖头。又是砖头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现在是个法修，法修。那我就先用术法打，打不过再用砖头。东边300丈有只地龙眼甲兽，皮厚防御高速度慢，正好给你当靶子。打不过就跑，别逞强。有点虚。再来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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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
你这是在给他做针灸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算了。帅，真帅！本大爷没见过这么帅的破天指，隔空给妖兽挠痒子，精准度堪比裁缝。辛辛苦苦练了大半年的法术，还不如砖头拍几下管用。你干嘛？你是说用御剑术御你？让一个金丹中期御一块砖头，伤害怎么样？差不多是你拳头威力的90%，但再不用近身，跑远了也能打。够了，法术还是要练的。万一哪天砖头不在身边，总不能光着膀子上去肉搏。但砖头回来了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一人一砖搭配着用。没有，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难道还能进第2层？天蓝兵族的圣女怎能有一个凡人夫君？罢了，去第2层看看，万一他运气好没死呢？你疯了！第2层的魔兽随便一只都能把你碾成渣，你金丹巅峰算个屁！你老婆还没接到，你就要死这儿了！陆野，有熟人？你哪位？这个东西就是圣女心心念念的夫君，天蓝兵族紫霄冰灵根圣女的夫君。老乡，你哪位？玄阳老头叫你来的吗？金丹巅峰，五行杂灵根能走到这步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可惜，本座是来杀你的。跑，快跑！这人是渡劫巅峰九阳圣族的人，你打不过，跑！你这速度，确定是在逃命，而不是在挑衅我。完了！本大爷跟你死这儿了！本大爷4500年全回你手里了！我的后宫4000，不是3000吗？这家伙都要死了，还有心情怼人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还不错，金丹期能撑过本座随手一击的，你是第一个。陆野，什么意思？拿钱买命？可惜九阳圣族不缺这个。坐地修炼，现在你是被吓傻了吗？临死前想突破元婴，就算你突破元婴，本座一个指头也能碾死你。死前给自己壮大罢了。本座没时间陪你玩。你在渡劫！你故意的！你刚才不是修炼。晚了。一块砖头，他在吃天雷。
玉砖头，什么鬼？你跑不掉的！你天劫结束一样是死！这小子是什么怪胎？第15道了，天劫怎么还在劈？天劫惊扰了深渊底层的怪物，全把老夫当成了猎物。陆野，有种你从雷劫里出来！渡劫起两只。喂，那个红衣乞丐的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你先跟他们打，打完叫我。乞丐，老夫！老萧，第3层剑。操！老子就知道！第3次了，人家都没正眼看你，你自己先吐血了。吐习惯就好了。原因稳了，回第2层。这破砖头就不会温柔点吗？那些反哺的能量是他吞下的天劫，他在用最纯粹的天道本源之力给他升级灵根。老萧，你看，40都是40。6根灵根，金木水火土雷，每根40分，40乘6，240，老子总分240了。老萧，别狗血了，看看周围。老萧，砖头什么时候能行？本大爷怎么知道？那我怎么办？你等着吧，等他们打起来，你趁乱跑。我跑不动，骨头行不行？神呐！本大爷1000年没这么憋屈过，跟了一个骨头侠。忍着，你倒是睡得香，快点醒，不然咱俩都得给人家当点心。既然跑不掉，那就先补个觉。活了4500年，终于领悟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无言以对。往里边挪！你想被砸死吗？你还好吗？死不了。你要是再不行，咱俩就真成砖头了，砌墙那种，嵌在山体里，等几万年后来者考古研究。陆野进了第3层，第3层魔气浓郁，魔兽遍地，他一个练气期的凡人必死无疑。属下以为无需再。杨烈，你是废物吗？一个练气期的凡人你都杀不掉，你堂堂渡劫巅峰，当圣族长老，让他从你眼底下跑了。你现在还有脸说他必死无疑？你的命可值不得少主的面子。陆野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看不到他的尸体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九阳圣族不养废物。找到了，重伤拼死，连动都动不了，天助我也！
陆爷，陆爷，你醒醒，你不能睡！你老婆还在等你，你奶奶还在家等你，你的房子，你的岛，你的石狮子，你别死，你别死在本大爷前头。活了4500年，夺色过别人，被人囚禁过，困了不知多少年，以为自己会死得很壮烈或者很体面，结果死在一个元婴初期的凡人脑袋里罢了。这都是命。没死成，这是一处传承之地。啥？这个大能从第7层逃到这里，游进灯窟，为了衣钵不失传，设了这个结界。你的运气，本大爷不知道该说你命大，还是踩了狗屎运。嘿，小子，同样是前辈，你给本大爷磕过吗？你对本大爷怎么就没这么恭敬？老萧，你是传承吗？你干了啥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你这下作的夺舍，你是住在我脑袋里的租客，还没交过房租。你前辈，你的衣钵我收了，等我出去给你立个碑。你就这么收了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你知道他修的功法适不适合你？你就直接收。他是散修，我也是散修，他从第7层跑出来的，肯定有本事。他的功法肯定比我现在修的好。老萧，你不会是嫉妒吧？本大爷嫉妒，本大爷给你的功法超越了天阶，法诀也都是天阶极品。本大爷当年……说实在的，我感觉你给的术法一般。是术法一般吗？明明是你悟性太低，增幅太低，你学了大半年才学会第1层，你要他有多强？就这，只有一句话让我好自为之，所以你白磕了3个头。老萧，你说你当年比他强？那当然。本大爷当年，那你为什么不留个传承？陨落的时候也可以找个地方设个结界，等有缘人来。你不想被后人记住，非要选下作的夺舍，所以你就只能夺舍。别人都是留衣钵，你就晓得抢别人的身体。你以为他不想夺舍吗？你以为夺舍很容易吗？没有超高境界，没有修炼过神魂的修士，根本没资格夺舍。是吗？小说里不是说筑基就能夺舍了吗？扯淡！你那个什么修仙小说里的设定，筑基期就能夺舍，纯粹扯淡！哪个没脑子的想出来的？筑基就能夺舍？那大家族直接满世界找天才，给自家子弟夺舍，不就无敌了？夺舍的代价很大，条件也很苛刻，不是你想的那么随便。好吧，你自多你有理，江前辈，谢了。你的功法我会好好练的，地图我会好好用的。等我出去，给你立碑，碑上刻“玄机散人江道玄之墓”，下面再加一行小字：“被萧衍羡慕过的男人。”本大爷什么时候羡慕他了？你不羡慕你急什么？本大爷没急。你现在就在急？你确定现在就走？外面杨烈被魔兽追着跑，但还不知道他跑远了没有。那就等，反正这儿安全，魔兽进不来。谢了。前辈，得罪了，怕翻东西把你弄散架了不好看。刚好老丈人给的极品灵石见底了，完美补上。老萧，你的遗产在哪儿？你俩谁有钱？我靠，你这小子想吃我绝户？没，就是问问。哼，好刀，但你不会用，你连剑法都没学过，学的是玉砖头。先背着，吓唬人。这干啥用的？风雷翅。上古雷鹏翅骨炼制，速度极快，但需要变异风灵根和变异雷灵根同时驱动，万古无一，鸡肋。扔了吧，留着，万一以后用得上。你要干什么？他在吃。你疯了！那是大能攒了一辈子的东西，不少都价值连城，你个败家玩意儿！我用不上。现在出去，说不定杨烈那老小子还在附近呢。
反正找安全，不如看看这玉简里有什么好东西。老丈人说我最多金丹，老萧说我这辈子就是个废物。这功法竟然不挑灵根，不用因为杂灵根而打折扣，这才是属于我的神技。这万象诀确实适合你，但同类功法只能修一种，你自己想好是否要重修。没时间重修了，还是修你的五行归元诀，但这指法我要了。算你小子识货。怎么样？还行，不挑悟性，勉强能用。江前辈，谢了。大成期，小子别硬碰。这位前辈，您挡道了。你是陆野？不是。那你叫什么？为何与这画像有几分神似？我叫陆乖，陆地的陆，乖巧的乖。您找陆野，他是我堂兄，我们一个村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堂兄进了深渊就没出来，家里人急呀，让我来找，找了大半年，人影都没见着。前辈，您找他干啥？讨债？我叫冰雨，天蓝冰族之人。晚清圣女听闻九阳圣族派人来对付陆野，自己脱不开身，托我来寻他，告知此事，让他速速躲避。原来是嫂子的娘家人，这深渊我熟，我帮您找，咱俩搭伙，效率高。穿上，深渊里碎石多，赤足走不是办法。谢了，好兄弟。冰雨兄弟，晚清嫂子在族中过得还好吗？表面风光，紫霄冰灵根，族中把她当宝，但她想见父亲，想见夫君，族中一概不许。现在又遭遇九阳圣族的逼婚，我之前去看她，她瘦了很多。晚清圣女说，她不怕苦，就怕那个凡人不知道她在等她。我堂兄要是还活着，一定会去找他的。走，干活！九阳圣族的人本是渡劫巅峰，但现在气息只有大层初期，受了极重的伤，别招惹。走。怕什么？打重伤的渡劫修士，我可是有经验的，废了他，一波肥。陆野，你竟然没陨落！陆野，你居然没陨落！我不叫陆野，我叫陆乖，看直。庶子，我要让你灰飞烟灭！冰雨兄弟，他身上有我堂兄的气息，他就是欺负晚清嫂子的仇人。伤我族圣女夫君，纳命来！陆野，有种你出来单挑！我叫陆乖，我出来了，我又回去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冰雨，天蓝冰族的天骄是吧？你等着，本座回去就禀报族中，说你勾结外人，暗算九阳圣族长老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追不上，你追不。趁他病，要他命！欺人太甚！
堂堂九阳圣族长老，渡劫巅峰，竟被一个元婴期和一个大成期当狗一样打，跑不掉了，翻船了。本座就是死，也要拉你们垫背！退！他要引爆本源。婉清圣女，抱歉，我尽力了。小子，经脉断了10几条，肋骨断了3根，就差一点点。本大爷不会又要换宿主了吧？这愣头青，本大爷还没骂够呢。老乡，我还活着。本大爷刚才在数你断了几根骨头。那你怎么不叫我？闭嘴，留点力气喘气吧。这都能活？还行，老天爷嫌我穷，不收。走，走，接老婆去。哎呀，忘舔包了！舔包？舔什么包？包在哪儿？你到底在找什么？人没了，东西还在，自爆毁不掉储物戒指。来，兄弟，你先挑。别，我可不要。首先，我是变异冰灵根，这火系法宝我用不了，带在身上跟抱着火炉子睡觉似的。其次，你知不知道这上面有九阳圣族的禁制？杨烈是长老，谁拿了这戒指，谁就会被盯上。迟早有一天，九阳圣族的人会顺着这戒指找上门来，要你的命。你确定你要？确定。你不怕？怕啥？他们已经派人来对付我了，我不拿戒指，他们就不来了。拿了还能赚点，不拿白不拿。你又在找什么？杨烈穿的那身衣服应该也在，虽然炸烂了，但料子不错，补一补还能穿。这你也要？好歹是个纪念，毕竟是人生中第一次彻底除掉这种大人物。你干嘛？喂砖头。看他吃的多香。我活了几百年，见过吃零食的，见过吃丹药的，见过吃天才地宝的，没见过吃矿石的，更没见过吃矿石的砖头。陆家人都这么特别吗？那婉清小姐的夫君又是什么样的人？好了，走吧。你刚才说你叫陆乖，杨烈为什么一直叫你陆野？他可能眼盲吧，毕竟年纪大了。这是修仙界，不是凡间。修士的神识比眼睛还灵，怎么可能会认错人？而且他追杀你那么久，连你的气息都记得，怎么可能眼盲？唉，好吧，我就是陆野。我知道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刚刚你承认的时候。大意了，还是大意了。婉清小姐让我来找陆野，说他夫君是个傻子。我当时还不信，果然我是对的。你太狡猾了。陆兄，我要回去复命了，你自己小心，千万别往九阳圣族的地盘跑。什么意思？你不带我一起走吗？带你一起走？现在整个天蓝冰族都想要你的命，你还敢跟我回去？我不是要光明正大去，我就是想悄咪咪的去看一眼婉清。那可不行，没有冰灵根，你连结界都进不去。天蓝冰族的护族大阵，只有变异冰灵根或持有拜帖的人才能通过。你一碰结界，全族都会把你当贼打。而且我带你进去就是叛族。那你在外面等我。等你？等多久？2个月。你要去干什么？我知道你醒了，你就是在装睡。你不吃冰，我就不给你喂别的。你再不动，等我出去就把你砌墙里当镇宅石。天天风吹日晒雨淋，我还把你放在茅房旁边。这破砖头吃硬不吃软。谢了，砖头。这世上竟然有靠挨砖头砸出灵根的，够用就行。你那丹田里，砖头给的。怪胎。走吧，带我回去见老婆。走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只能带你到结界外面。
明白，好兄弟一辈子。